Hello， 大家好，我是米拉爸。上一集清完水垢之后，想说热水器虽然清完了，但是我洗澡的热水还是很小，因为我家顶楼加压马达还是坏了。这个是猜测啦，因为我买房子的时候并没有交接到这一块，所以1年多前水压突然降了之后，为了洗手槽的水压问题，我买了简易型增压泵，就是这一集的这个。这1年多来都运作良好，成功解决厨房的水压问题。我家其实就2个地方需要用水，一个就是厨房的洗手槽，另一个就是洗澡了。为了即将迎来的第2个冬天，我才想到说，对耶，我使用体验良好的话，那为什么我不在热水器多装个增压泵呢？于是，嘣，我又买了一个，包装变了，从上一次明显是大陆货，变成有自己的包装盒了。我先声明，这不是业配哦。也许是我上一支影片让它销量持续上升。总之，我发现它卖场整个更新都不一样了。上一次的标题我还能打不到1000元的平价增压泵，这次我直上最高等级的国际款，这个就超过1000块了。实际差别我是没有做过比较啦，但是想说，反正我的水真的太弱，我一次来个最猛的好了。打开包装盒，里面就有这些东西，简单看看就好。原本想说这个安装这么简单，我也拍过了，就没有想说要拍。结果后面不出意外，还是出意外了。让我们接着看下去。首先，我的问题点是热水太小的这个问题，所以依照说明书，我的计划就是安装在电热水器的进水处。说要安装在进水处。上次才拆装我的电热水器，应该是可以轻松解决吧。我的热水器这边是冷水出口，然后这边是进的口，所以理论上我想应该就是装在这边，然后再把进水的接到这边。第一步就是先把冷水出水关闭，这个应该可以轻松解决吧，感觉蛮简单的。再把出水口接到增压泵的进水处，这个铜管是包装内附的，我其实对这个管子大小没什么概念，就是能接就接。原本直接转上，但发现还是会漏水，看来止泻带还是要乖乖缠一下。之前影片观众留言其实有教我要怎么缠，但是抱歉，真的实做的时候我完全忘记了，就又是大概绕一下。好了，先送水，看会不会漏水吧。应该是没有漏。好了，就先这样子了，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步骤了。3点开始。开始运作了。这个时候觉得安装就是这么简单，不知道为什么安装完之后却出现了2个问题。热水器在排气，先等一下。结果还是出状况了。现在我热水有开，然后这边也感觉到水有流动，但是它这个加压马达它不会自己启动。但是现在必须要开启手动挡才会做动。我先猜测可能是管线不顺或塞住了，让水流不顺，加压泵水流不够的话，它就不能顺利自启动。拆开原本进水的这条4分管，果然里面结了好多水垢，这个不行，这个要直接换掉。保险起见，我应该把这条也换掉。小北添购管子的过程中，我又突发奇想，应该是可以让加压泵直接装在进水处吧，所以我买了个4分管公对公的转接头。嘿嘿，这样管路顺了很多，我还不用固定上墙好，我重新顺了一下，这样子水应该会顺很多。继续插电，开水。我去打开热水水龙头，奇怪了，现在热水反而没有水了。我的天哪，热水口现在连水都出不来了。一不做二不休，把热水的这边也开下来看看好了。真的没有出水耶，怎么回事？通常我的维修是死马当活马医，怎么现在活马被我医死了？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我现在又接回去了，
听得到有在注水的声音，所以现在冷水应该是有进去才对。那我现在热水没有接，我不知道它热水会不会出来。我查了一下，似乎是冷热水，它的进出水比例若是不一致的话，桶子内的压力过大，可能会有什么安全阀关闭之类的，这个我不太确定。总之就是压力不平衡导致的。我也找不到泄压阀，最后我是把中间那个出水阀打开，把水全部又再放掉一次，才重新开始。烦呢、有了，热水孔终于有水出来了。我的天哪，到底是为什么？刚刚没水，我真的不懂。这个时候我再次手动打开加压马达，这是加压前，加压后。水压有顺利增强，但说实在，为什么这次又不堵了？我还是不懂。但你看，重点就是现在我热水明明就是算是开启的状态，它却没有办法自启动的话，那这样我根本没有办法达到说我洗澡的时候开热水的时候它自动启动。再来这个加压泵为什么自动挡失效的问题，这次拍卖页面新增了客服，我打算直接问客服，电话是一个台中市客服中心赖专员处理的。总之我后来传了几个测试的影片跟他说明我的问题，他直接电话里铁口直断说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我没有装过滤网，所以侦测水流的感测器磁铁被塞住了。他说完我才想到，对耶，我真的忘记装滤网，但是我想说我传给他的影片他也看不到滤网啊，所以还是半信半疑。总之他就让我寄回去维修更换。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不直接把加压泵装在浴室的出水处啊？这样不但热水有加压，冷水也会加压。我到底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这么做呢？我一方面觉得我想到这点很聪明，一方面又觉得我现在才想到也实在是太笨了吧。花了一点时间，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现在计划改为接在浴室里面，然后机器装在这边。在浴室就十分简单了，应该说这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事情才对。虽然我看其他人也是装在热水器的前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问题，到我手上就变复杂了。总之安装完后测试看看，的确有成功加压，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水压现在就是会忽大忽小。说实在，这个也蛮困扰我的，但是这个似乎是因为进水量真的不够大。我本来想说我的是除热式热水器，里面本来就有足够的水，所以加压泵可以把里面的水抽出来，可以用持续的大水量。洗完澡后，它再慢慢注水也没关系。但实际上还是会因为冷水进水太弱而影响到出水。总之就给大家参考咯。送修后，赖专员传了照片给我，真的可以看到侦测磁铁上吸满了铁屑，看来这个小小滤网是真的很重要。后来送修完后，自动挡就真的正常了。最后我会附上那个赖专员传给我的影片，然后有需要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不得不说，这个赖专员他真的是服务超有热忱的，从早上7点到凌晨1点，我真的很想跟他说，你不需要这么拼，这个时间真的太夸张了。那总之，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哦。我是米拉爸，我们下周见，拜拜。这是最低的进水量哦。那我们现在打开，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最低的进水量哈。那还是一样可以打到墙壁上哈。这个如果到接管子以后，还是可以打到墙壁上这么远哦。那我们现在把它水这个插头拔掉，看看变怎么样。这个就像我们的小号一样的水量非常小，这就是我们最低的进水量。
如果比这个还低的话，那这个马达就会变成水量会忽大忽小哈。你现在可以看到现在出水在加压了哈，好，可以打到墙壁上哈。好，那我们现在把它关掉。好，关掉之后你可以听到马达还在转哦，刚刚代表刚刚是有在运转哦，自动模式有在运转。那我们现在来测一下手动模式哈。我们不建议客人使用手动模式，因为手动模式就是避开那个感应的磁铁哈，那就是强制马达运转哈。那这个手动模式哈，你开启之后哈，就是用最大的转速旋转。那关掉水之后，马达还是持续的在运转哈。啊，你可以看到这个马达在关水过后，它马达一直在转。那转多久？要转30分钟。那在这个时间内哈，这样转的话会造成马达哈会产生高热哈。哦，这个比较不建议客人使用手动模式。当30分钟到的时候，就会像这样子，直接从手动跳来自动，然后停止待机。好，这个就是手动模式的测试哈。